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8号，比特币受到 SEC 起诉弊案的影响，这两天行情波动是非常的大。那今天利用这一次 SEC 的危机去比对 FTX 交易所底部的危机里面有哪一些知识点，因为去年在 15K 的底部，当时也是有跟家人们讲过，我的观点是它这个低点跟疫情爆发当时这一个底部的位置里面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这一次有哪一些相似之处，或者是也有哪一些不同点，等下来一一跟大家解答。以及最近有些朋友也是在问，比如说以太坊或者是狗狗币要怎么操作，行情波动这么大，我的观点是你不然就等社群里面的程序交易信号，比如说狗狗币成长组的前面在 0.066 也是给了一笔做多的建议，然后昨天给了一笔做空的建议，因为我也没时间，都是在1点或者是2点，包括上一次以太坊30分钟也是在1800给了一笔做多的建议，1880又给了一笔做空的建议。或者等下再来跟朋友们聊一下，也就是比特币周线的这个技术形态，它目前位置整理时间到底要多久？因为上方还是有一条100周的均线是压在头上，有可能就是在这两条线之间大幅的区间震荡为主。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由于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uss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头肩底的形态，昨天是有聊到整个日线就这一次压回颈线的位置也是受到事件的驱动，因为有危机之下有可能就是会有机会。我们还是来聊一下这个头肩底现在是压回了一次，然后昨天是有聊到历史上比如说2020年的这个大头肩底的底部，它突破出去之后，前面就是底部筑底的时间更长，突破出去以后压回一次，这边是反复2、3、4、5、6，我都不知道多少次你自己去数，这几根 K 线全部都是在测这个头肩底黄色的这条颈线，然后上去以后再压回一次、2次，再上去再压回一次、2次，基本上这整个区间是反复的在测试这一条黄色的这个颈线，因为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上隔3年到4年的一个突破完以后，这边重新再整理出了一个大头肩底的形态，后面是在这边测试过短短的可能2周的时间就开启一波分流的行情。那我也是跟家人们讲过一段时间，我估计这一次时间不会像这个2020年，因为它前面的一些底部的时间或者是这个底部的时间整个时间全部拉长，它时间是比目前的时间更长，所以有可能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周线的那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比特币的底部，它这个底部的时间可能是更长后面是突破的时候重新压回，就是这2个高点，这边一个高点，包括这边一个高点，在15年的时候这边颈线的位置是测了1次、2次、3次、4次，接近5次，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里面也是有看到多方抵抗的 K 线，这一根也是一个插入线，所以就这一根插入线，我们要思考在历史底部的位置如果有危机爆发，感觉现在危机是有一点减弱，不像当时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的时候是1根2根，或者是硅谷银行爆发的时候这个位置产生的危机它是直接单微上去。那这次为什么不直接单微上去，有可能也是因为时间不够，周线里面的那个100的均线还是压在头上。然后我们要思考一下，有可能这个位置既然是看到一根多方吞噬的 K 线，我个人观点是比这个位置多方插入线是更强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FTX 交易所当时在底部的时候，这边不是一根多方插入线，后面也是有跟家人们讲，不排除跟疫情当时的一个底部有可能会非常的像，它会有2只脚，这就是一个短线里面2只脚的一个结构，但是后面它还会有低点，就是在破了这个低点，低点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它这一个低点在破的时候 KD 指标是在背离，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它只有一根下跌，第2根是走了一根多方的吞噬，然后现在压回了低点，它还会有这种低点的话，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也是非常重要，还是25
25.3K 或者 25K 附近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因为它在这两根已经是出现背离了。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还有一些不同点的地方，也就是讲了有一段时间，这一条红色的20均线，昨天是又穿过这个20均线，但是现在又下来，所以也是跟家人们讲了有一段时间。我估计这个位置20的成本，它主力会反反复复，就是不断的在这边上冲下洗，把散户搞到没有心情的时候，它有可能也不排除会不会重新拉到这个20MA 上方，因为成本都是在这个20的区间。不同于那个 FTX 交易所崩盘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来到这一个2次低点、一个低点、两个低点的时候，上面20的均线它还是下弯，就是这一条最红色的，它后面是来到这个位置的区间才会有一个走平的一个结构，后面一根突破，就是这几个低点最终是都没有跌破过。然后这两个低点的位置 FTX 交易所其实跟疫情爆发的低点的时候也是有不同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这两根 K 线，它是一个多方的拇指线，它并没有插入这一个 K 线的一半，它也会有这种2次压回的，就是这个低点。因为在短线里面，日线你看到的是一个低点、两个低点，如果你从4个小时里面去观察，就类似一个 W 底的结构。所以目前的行情，我个人观点就是危机它是有减弱的迹象，但是它有可能时间还是不够，它不一定会马上继续站上去，有可能还是在这里，或者是它能不能上去，下一步能不能上去。昨天在跟朋友们计算，我个人很看重的一个压力位就是这个 28.8K 这整个大箱体的曲线，如果是这个位置能过，到时候我们要观察，有可能 32K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位。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的这两条均线啊 ，32K 附近也是很接近这个周线里面100的这一条白色的均线。白色的均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它如果有大涨的行情，一般这一条红色的就是20的一个均线，它必须要站在100均线的上方。像这种结构是什么结构啊？就是说明短期买入的成本，20的均线在上方。它前面有100周买入的成本，长线的那一些多单不排除是主力在底部买的这些成本，在保护短线的利润，所以才会有这种结构。我个人观点是，就是它目前是中线或者是整个中长线是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每一次压回的点位，硅谷银行爆发的时候，它是在守这个20的成本，在守这个20的成本。但是你要拉上去，主力又有一个问题，前面100周的成本是压在头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00周之前买入的成本，如果从这个位置拉到这个点位啊，接近99根周 K 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从这个区间到这个区间，有可能在这边震荡，也是为了等待下一步能不能突破，就是这一个质押转换的位置，就是这个 N 型这边有一个压力，所以有可能在这边也是在整理。那么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从这一根开始计算到这个低点的时间，差不多也是有200天啊，所以时间也是聊了非常久。我估计有可能会不会在10月份会不会有一个，如果能突破了这一个10周的均线是最好，如果10月份不突破，那么要留意一下年底或者明年初，如果这个位置真的横盘，整个大区间在周线里面时间能整理到位，有可能不排除就是一个突破的点位。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形态啊，现在是反复的在这一个矩形下方，现在价格又来到这个矩形下方，那我们就要留意一下，就是刚刚讲的这一个支撑位，大约是在 25.3K，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的技术形态，其实也是有一些支撑位或者是可以参考啊。因为昨天是有讲到，就这一根 K 线它是大量恐慌杀在这个位置，然后第二根 K 线是把这一根 K 线走了一个塔形底的一个结构嘛，然后现在这一个支撑就是这个下影线的位置，感觉有在守4个小时的这个支撑，只是不太好的一点是4个小时最近非常的复杂啊，动不动4个小时的 EMA ribbon 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又回到这个 EMA ribbon 下方。不然我的观点，我们就尽量观察，有可能还是在这一个区间里面积累，看它会不会再返回到这一个大箱体的矩形上方，
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